相信看过前2期内容的观众朋友们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在阿拉伯之春前，阿拉伯国家内普遍存在的尖锐矛盾是真实的。在阿拉伯之春中，民众们坚决反对的政治强人也是真实的。既然如此，那么阿拉伯之春的发生，从表面上看上去是阿拉伯人民的选择，这个革命是一场无可指摘的行动。这个观点如果放在阿拉伯之春刚刚发生那一年，或许还有讨论余地。然而13年之后的今天，阿拉伯世界不仅没有因阿拉伯之春变好，持续的内战与分裂，甚至在这些国家内创造了更多的布瓦奇迹。从结果上而言，阿拉伯之春对于阿拉伯人自己而言是一场完全失败的行动。然而诡异的是，在走上街头之前，阿拉伯人其实已经预料到了这个结局。对于布瓦奇迹们而言，规模惊人的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是别无选择下的选择。而幕后黑手们虽然没有在阿拉伯之春中亲自登场，但却一步步地将阿拉伯民众逼上了这条通往毁灭的道路。从结论上讲，波及整个阿拉伯世界的阿拉伯之春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颜色革命。然而颜色革命之所以屡屡奏效，则同其隐蔽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阿拉伯之春爆发时，没有人会质疑布瓦奇奇的悲惨生活是虚假的，也没有人会否认本阿里的独裁统治是导致布瓦奇奇悲惨生活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在布瓦奇奇横下心来决定用死反抗自己的生活的时候，颜色革命的布局其实已经全部完成了。当阿拉伯世界走到2010年时，颜色革命这颗定时炸弹的爆炸其实只是早晚的事情。布瓦奇奇不去点这个火，还会有其他的人去点这个火。不过，在讨论西方如何给阿拉伯世界埋坑之前，我们首先应该知道的是谁开发的颜色革命这一杀招。第一个发现颜色革命的国家，其实就是我们经常提起的美国。美国某位总统曾经说过，在宣传上花$1，相当于在战场上花$5。作为以意识形态立国的政权，美国在一开始就清晰地认识到，思想才是一个政权是否稳定的根本。在颜色革命的许多套路被发明之前，美国人第一个关注的事情是如何管理本国人民的思想。1938年，美国就出台了外国代理人登记法，该法案出台的目的就在于监视一切有外国政府背景的在美外国人，防止其对美国人进行思想煽动。这一系列法律的最高作品就是2战之后盛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在那个时代，美国政府在其国内对一切不同政见者都采取了雷霆手段，防止其民众的意识形态会产生任何朝向不利于政府的方向的转变。在管理本国人民的同时，美国政府也意识到了意识形态转变所能带来的巨大能量。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群众思想转变足以危及政府存在，而对于外国政府而言也同样如此。假如美国可以直接影响外国群众的意识形态，实际上就拿捏住了外国政权的命门。这个简单的逻辑就是美国以管理本国人民的经验悟出的颜色革命的道理。爆发于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实际上是这一逻辑的一次完美实现。对于美国而言，他们有着明确且重要的理由去干涉他国内政。作为孤悬于北美的国家，搞乱南美洲能让其成为美洲霸主，而只要旧大陆多乱一天，那么美国就能在世界霸主上多做一天。处于3大洲交汇处的中东，对于美国来说自然也是越来越好。为了达成这个目的，美国拼尽全力也要保证以色列像钉子一样死死咬在中东，同时为中东埋下颜色革命的炸弹，其目的则在于当以色列无法搅乱中东时，重新在中东进行洗牌。上世纪60年代，美国就开始在中东进行颜色革命的布局。我在之前提到，阿拉伯之春爆发的第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断膨胀的人口。然而，中东人口之所以无限的膨胀，则同美国伪装在慈善下的技术支持不无关系。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为首的美国大财团出资在第三世界国家掀起了一场名为“绿色革命”的农业革命。农业革命的内容很简单，美国基金以无偿援助的方式向第三世界国家出口优良种子、化肥与先进的耕作技术。从表面上看，美国大资本家出口技术的目的在于减少饥饿人口这种高尚的理由，但这个理由并不能站得住脚。饥饿人口的数量一方面取决于粮食产量，而另一方面则取决于人口规模。
在社会形态不发达的社会当中，人群的生育欲望取决于其拥有粮食的多少。当粮食变少，那么人群会自觉减少生育；而当粮食变多，那么人群便会倾向于多生育后代。这一特征不适用于那些已经进入工业社会的国家，但在那些前现代化的第三世界国家当中表现得极其明显。从结果上来说，在绿色革命之后，大量第三世界国家的粮食产量与人口规模几乎同步膨胀，饥饿人口的比例并没有减少多少，而从绝对数量上来说，饥饿人口甚至越来越多。我们以阿拉伯之春中的国家为例，1960年到2010年，突尼斯的人口增加了150%，埃及的人口增加了200%，而利比亚的人口更是增加了310%。人口是一切问题的土壤，当人口规模悄无声息地突破社会容纳上限时，动乱就变成了一个时间问题。而美国的第二步则是将动乱引导向他们希望的方向。在颜色革命这一问题上，美国的目的很简单，只要能搞乱他国，那么不管什么形式、什么结果都可以接受。如果要加上一个条件，那就是不引火烧身。为了达成这一目的，美国一方面将颜色革命的洪水方向有意地朝推翻当地政权这条道路上引导，另一方面，美国则有意让别国保持同自己不同的政治体制。在二战结束之后，新诞生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有机会结合自己的国情，选择自己的意识形态。然而在这一阶段当中，美国既不阻止他国选择与美国不同的意识形态，也不去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同时，对于美国而言，他也很乐意与各种各样的政权进行合作。美国如此行事有两大目的：其一，虽然美国富有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只要美国同他国的政治形态不同，那么美国就能隐藏上述原因，将其伪装在美国拥有更加先进的社会形态这个站不住脚的理由上。其二，则在于美国能通过与各种不同政权的合作，显示其包容的心态。而这反过来会方便美国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他国政权内部的社会运行。正因为如此，美国才会在很多地方展现出其双标的一面。他们会以推翻独裁者为理由进攻萨达姆的伊拉克，但是对于真正君主独裁的沙特，美国人却一句话也不说。同样，当中东人口数量没超出社会承载量时，美国对于中东政治强人们的来来去去视而不见。但是当中东因人口爆发系统性社会危机时，美国立马会化身卫道士，对独裁者们重拳出击。美国的两大伏笔所造成的共同结果，就是被颜色革命盯上的第三世界国家一定会爆发动乱，而爆发动乱的结果也一定是那个政府遭遇巨大的政治危机。不过到这里还有一个疑问：正常的革命，其目的在于打破现有的社会形态，并塑造更先进的社会形态。虽然革命过程往往意味着动乱，然而从结果上来讲，革命会将整个社会带向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可是颜色革命并非是正常的革命啊，阿拉伯之春并没有让任何中东国家真正走上富强的道路。为何啊？那是因为美国设置的颜色革命同正常意义上的革命有着极大的出入。我刚刚讲过啊，美国一般不会干涉第三世界选择自己的政体，而实际上第三世界靠自己建立的政权，无论其拥有什么样的意识形态，都是符合其当前经济发展水平的。在教育水平不高、宗教思想严重的中东与阿拉伯世界，军队背景的强人政治实际上是当前经济水平下中东国家的最优解。然而在美国的引导下，一旦爆发颜色革命，那么这个最优解反而会成为民意的靶子，民众根本等不到经济水平进步到带来变革的那天。而革命成功后，新政权也不可能回到人憎狗嫌的旧路线，因此在颜色革命爆发之后，要么持有不同想法的各路武装打成一片，如也门、叙利亚；要么新政府捏着鼻子选择与老路背道而驰的路线，如突尼斯、利比亚。在阿拉伯之春爆发13年之后，也门与叙利亚依然深陷内战，突尼斯与利比亚的人均 GDP 也同样远远落后于革命爆发之前。那些内战中的阿拉伯人将他们的苦难归结于厄运，而那些赢得了革命胜利的阿拉伯人却怎么也找不到革命之后生活反而变差了的理由。除了那些经历九死一生才逃到欧洲的非法移民，没有一个阿拉伯人是阿拉伯之春的真正胜利者。与此同时，那些利用阿拉伯之春稳坐世界霸主的人，
正在以悲悯的目光俯视着被他们一手引向混乱的人群。而阿拉伯世界何时能重回平静轨道，这就是发生在未来的另一个故事了。